大家好，我是光从团队的Sean。今天的影片呢，主要是介绍我们这个喷砂机，因为很多人呢对这个喷砂机呢有一点点的迷失，所以我们想借由这边的影片来介绍它，让你们知道就是说它的一些简易的组装啊、使用以及购买前跟后你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喷砂机的组装。那组装之前，我们先看一下面板的部分呢，它有一层保护纸，所以用的时候要把它撕掉，它就变透明状。那打开来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一片透明的亚克力呢，它有贴一片透明的这个薄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喷砂的时候，如果使用时间较长，这个亚克力片很容易被磨伤，所以我们贴了这个保护片，等于说有磨伤的时候，你只要更换这一片就可以了。那电压的话有110跟220，基本上它主要是提供电给这个灯。这个灯座，所以如果你选110的朋友，你就只要插110的电就可以开这个灯。但是我要强调，它不会跟里面的喷砂机的运作有关系。意思就是说，你就算没插电，你还是可以正常的去喷砂，只是说你在看的时候，它可能看的比较不会这么的清楚，因为它是有点黑黑的。OK， 那再来看到这边有滤清器，那滤清器有2个。它主要的功能呢是说，过滤我们这个沙子，不要让沙子跟着这个空气一起排出去。所以呢，一段时间之后，你一定要清理它，不然的话，你这个排气的效果会越来越差。那用久了，它可能就会稍微有点鼓起来，或者是你觉得里面怎么沙子都一直在里面回旋，那是因为它没有办法把空气顺利的排出去。OK， 那我们最后讲的是组装，其实组装很简单，它里面有一个这个3通头，你只要把它呢的这个。有一个3通头的头穿出来之后，放一个滑丝，然后呢，把它的这个铜头呢给接上去，然后再用工具把它锁紧。接了之后呢，这个地方就连接你的空压机，是连接你的空压机。这样的话，我们这台机器喷砂机就可以去做一个使用了。好，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喷砂机的一个运作原理。那我们先看到我们这个空间呢，其实我们有特别的把它做比较大，以前做比较小，但是因为很多客人说，你用做小的，那你今天大的怎么办？所以我们用大的给你们，你们要大跟小都可以，大的跟小都可以。那看到里面呢，我们其实这一次有改机，就是说我们附了双枪，一个是大的喷枪，一个是细砂喷枪。那这样的双枪让你可以不管是大的物件或小的物件都可以同时去做一个处理，当然不是同时用啊，是说你今天要交换就可以随时在里面做切换。那它运作原理是什么呢？很简单，你看我们大枪这边有附这个3个不同尺寸的陶瓷头，那它的口径不一样，所以今天你要让它喷出去的沙量多或少，就可以借由更换陶瓷头去控制。那陶瓷头装上去之后呢？我们的沙倒进去，在这个喷砂机的底部，它就是倒进去，它就跑到底部去嘛，对不对？那底部的话呢，我们有个6角螺母，那这个6角螺母呢，会把它侧面有洞那个洞会把这个沙子吸上来，借由黑色的管子储存在这里。当你的空压机的这个压力进来的时候，你按下开关，它就会把这个沙子呢，借由空压机的力量把它往前喷，这就是它运作原理。那小枪呢也是一样，小枪的话是它有2个管，外面是粗管，里面是细管。那粗管的话呢，它是从底部去吸沙上来，细管就是直接连接空压机的管路，借由旁边的这个开关呢去做开启的动作。所以跟大枪不一样，大枪是用按的嘛，小枪呢就会是借由这个小小的一个开关呢去做一个控制。那当你打开之后，它的气就会带上这个沙来，然后把它喷出去。那唯一最大的差异要特别记得就是。今天不管你用什么砂，如果你是用大枪，你可以用到金刚砂跟玻璃砂。金刚砂就是黑色比较粗的颗粒，但是如果你今天用的是玻璃砂，那只能用在我们这个应该是说金刚砂就不能用小枪，所以因为金刚砂的颗粒比较粗，所以你用小枪的话，它很容易塞在头部。所以你记得我们这个如果大小枪都要能用，最好是选这个玻璃砂，不要选金刚砂。好，看完了上述的这个组装以及运作的一个介绍之后，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喷砂机它的一个功能。那其实喷砂机它应用在各个产业非常的广泛，像是这个汽车业、造船业，甚至我们这个模具业都会看到它的一个踪迹。那大部分他们都是用它来干嘛？除锈，然后去毛边，这2个是最常的用途。但是用在我们珠宝上面就不太一样，我们是借由这个喷砂机的沙子去撞击我们贵金属的表面，产生一种雾面哑光的效果。雾面哑光的效果，我要特别强调是雾面哑光，不是那种转砂笔，
转砂之后产生的这个布丁布丁的这种钻面，就是钻石面的感觉，不是哦，它是雾面哑光的效果。OK， 那这个雾面哑光的效果呢的深浅是取决在于这个我们喷砂机的砂，它有不同的粗细度，不同的粗细度。那一般来讲，我们都取决于粗的这一个部分。那因为我们想要做出的这个雾面哑光效果，基本上就是只要用粗的就可以达到。但是我要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很多人都会误会，就是说我接进来的空压机到底要多大才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错，不是哦。基本上你空压机它的力道大小，跟我们撞击它产生的痕迹是没有关系的。等于是说，如果你今天你要撞的纹路深一点点，效果好一点点，比较明显的话，那你是要选的是比较粗的砂啊。但是空压机是取决于什么？空压机它的力量的大小是让你这个喷砂的时间的长短，它影响在这里而已。等于说你空压机力量越大，它可能喷的时间越短。那如果你空压机越小，你可能要拉的时间就比较长。那等于是说你是要快速的还是细致作业，这就你自己去挑选。这边呢再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也有客人他们是用这种喷砂机去做粗中细甚至镜面的抛光，但是它的差异在哪里？就是那个砂。因为呢，那个砂有人有卖，像我们像一般的是100番、200番，最多到1000，但是有人有到5000、6000、7000、10000，甚至更细。可是呢，当你想要用它，当然用它有好处啊，就是让你用喷砂机的砂去做这个粗中细镜面抛光的时候，它可以深入很细很细的细缝，做到这个抛光的效果。就我们看到哇，好亮那种抛光效果。但是呢，你要考虑到2点，第一个，这个喷砂的砂你必须一直换。你必须一直换，因为用完200番的，你可能就要换1500这样子一直换。所以你第一个，你量不多的时候，其实这样的效果不是很好。好，再来第二个，你要考量到的是，只要那个砂越细，它的价格就会越高。可能我记得没有错，可能上万的番数就可以达到镜面的，可能它的价格都要几万块以上。所以这个是你用它来去做这个粗中细抛光的一个优缺点，你可以自己衡量。如果当然你需要的话，你可以考虑用它。但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经济效益不符合，你可以先用它来做粗抛之后，再去借由其他的东西做后续的中抛跟静抛。今天的喷砂机介绍就到这边为止。那希望对可能似懂非懂这个喷砂机的人会有一些帮助。那如果真的对你有些帮助的话，请你不要吝啬在我们下面帮我们点赞，给我们一个鼓励如果想要接收更多啦，就是我们其实陆续都会推出很多的影片，想要了解更多这个有关于精工或者是设备上的一些教学的话，你也可以点击订阅，那我们随时就会有新的影片就会通知你，那你可以定期的去观赏，好不好？谢谢。